如果给你一颗恶魔果实，你最想吃哪一颗？是强到令大将都汗颜的真正果实，还是破坏力超群的神龙果实？我想四皇所吃的恶魔果实，男生都不一定会喜欢。至少在众多果实之中，你的首选肯定是下面这5颗的其中一个。第一颗金鸡果实，只要拥有点石成金的能力，就没有得不到的东西，但前提你得学会果实觉醒。若是不会觉醒，那就只能自己变小金人，觉醒之后才会拥有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财宝。我想没有哪个男生会跟金子过不去吧。第2颗魔方果实，总对自己的颜值不自信，还没女孩子喜欢，那这颗果实你绝对值得拥有。如果想和鸡哥一样帅，只需要用手触摸到对方的脸，就可以变成与其一模一样的人。不仅仅是外貌和性别会变化，连声音也产生相应的改变。第3颗瞬移果实，这颗果实算是门门果实的上级能力，不需要任何的触发条件，直接就能瞬间移动到自己想去或者能看见的地方，甚至可以瞬移到其他碰到的物体。有了这种能力，还怕上学上班会迟到吗？哪怕登月旅行也是毫无压力。第4颗幸运果实，有哪个男生会拒绝这颗果实带来的好运呢？幸运果实无论在海贼世界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是非常实用的一种能力，但是使用方法有些自私，需要把别人的运气吸收储存在自己的身上，自己享受每次走路必捡钱，次次抽奖都第一。第5颗手术果实，想要长生不老的能力，那就要靠这颗果实才能满足你了。只要创造一个球体空间，在这个球体内，你就可以想干嘛就干嘛，甚至永生不死都是可以做到的。你是不是想着卡 bug 不做选择，把上面的果实全都吃？那前提你必须是黑胡子的身体强度，不然就老老实实的只选1颗啊。凭运气去赌恶魔果实能力的4人，只有1人运气极好，赌出了神级果实。卡利法是属于运气极差的那种人，虽然他看过恶魔果实图鉴，可斯潘达姆拿出来的泡泡果实图鉴上并没有记载。至于果实能力到底是什么，只有吃了之后才会知道，所以卡利法一直犹豫不决，生怕吃到不满意的果实就会毁了下半生。事实证明他还真赌错了，泡泡果实打辅助可以，但主 C 真的很拉。他和娜美对决的时候用了泡泡果实各种花里胡哨的技能，却都没能给娜美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。说实话，还不如海军六式好用呢。而卡库的运气就比卡利法好一些了，至少没赌错，他吃的动物系牛牛果实长颈鹿形态虽然很普通，比不上古代种和幻兽种，但卡库自己特别满意，至少对于他这种专精体术的人来讲，吃到动物系果实就如同捡到了宝。至于明哥运气也比较一般，当年托雷波尔给他献果实的时候，明哥是不知道吃下后会获得什么能力，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吃了。按道理来讲，这颗果实真的蛮垃圾的，可明哥却能给玩出花来。果实开发这方面，他真的算是海贼王中的佼佼者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8级大神的4分5裂果实也是赌来的。当年罗杰海贼团没人清楚这颗果实的能力，也没人要吃，只有8级想把它卖掉换钱，结果阴差阳错的却进了自己的肚子里。从此他的人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你要说他运气差，至少他赌对了，4分5裂真的称得上是一颗神级果实，连鹰眼的战绩都无法伤他分毫，说是所有建豪的克星也不夸张。如果8级能觉醒的话，分裂地表的破坏力或许不亚于古代3大兵器。洛克斯海贼团解散后，9位船员都去哪了？38年前的神之谷一战，卡普和罗杰联手击败了以洛克斯为首的邪恶势力。失去船长之后，船员们各奔东西。当时跑得最快的应该就是白胡子，他早就想离开这个没有一点温情的团队了。况且给别人当小弟，不如自己当老大。于是白胡子在新世界便开始不断招数干儿子，而凯多和大妈也没闲着。凯多靠着鱼果身的能力击败一个又一个强敌，大妈则与老搭档长面包继续合作，创立了万国。通过几十年的努力，白胡子、凯多、大妈4人都成为了君临新世界的海圣皇帝。但很可惜，他们终究还是被时代淘汰了。白胡子为救艾斯牺牲在了顶上战争，凯多和大妈则永远留在了和之国。不过好在长面包还活着，当年他和大妈一起上的洛克斯的船，也是一起下的船。如今大妈走了，比格莫莫海贼团很有可能会由他全权掌管。金狮子离开洛克斯海贼团之后，原本混得也不错，但是他非要作死，单枪匹马闯入海军本部抢人，最后被卡普和战国关进了推进城。本以为吃了几年的牢饭能让金狮子学老实点，结果他逃狱之后又作死，惹谁也不好，非要找着草帽团，被路飞教训了一顿之后，被赶来的海军又带回了推进城。目前他应该还活着，不过下半辈子都要在暗无天日的铁牢中度过了。至于银府，目前下落不明。王直的话，漫画中有提到，他脱离洛克斯之后，回到蜂窝岛，继续继承洛克斯的地盘。后来黑胡子海贼团与他发生了激烈冲突，最后在科比的帮助下，黑胡子干掉了王直，成功占领了蜂窝岛。其实在这9位船员里，最倒霉的还是约翰船长。洛克斯倒下后，他卷走了船上所有的财宝，但是过分贪恋钱财，引来了杀身之祸。在一次想独吞宝藏的时候，被自己的部下杀害。又过了很多年，莫利亚把他的尸体做成了僵尸将军。
最后是密斯巴金，马尔科说过，他与白胡子在40年前曾是一条船上的伙伴，那毫无疑问，很明显是在洛克斯海贼团的时候，所以密斯巴金也曾是洛克斯的船员，只不过一直以来行踪都很隐瞒，最近这2年才开始有所大动作。藏宝团究竟能有多败家？冒险2年弄丢了4件神器，如果留到现在，路飞可能早就当上海贼王了。第1件神器冥王清扫图，古代3大兵器的破坏力远超四皇，只要有一个古代兵器就足以威胁到海军和世界政府。原本藏宝团是该有一个古代兵器冥王，但很可惜，建造图已经被弗兰奇给烧得连渣都不剩。虽然世界政府是不用怕了，可藏宝团也因此失去了一次给桑尼号升级成为冥王战舰的机会。第2件神器指向拉夫德鲁的指针，只要有了这个东西，藏宝团就能直接绕过大妈和凯多，少走2年的弯路，抵达最终之岛。但是在与老沙等人争抢的过程中，路飞把永久指针捏爆了。或许对于他来说，靠这种方式当了海贼王也不会开心，但是路飞这么一捏，直接又多出了200集剧情。第3件神器约翰的藏宝图闭环，这个东西是藏宝团从3鬼帆船上捡来的，由于做工太普通，娜美他们根本没当回事，但是被眼尖的巴基大神看出了玄机。这个闭环类似于藏宝图，凭借它就能找到传奇大海贼约翰船长的宝藏了。路飞也很大方，直接把这个东西送给了巴基。也是因为这个闭环，让2年后的巴基有钱在新世界开了一家大公司，还雇佣了价格昂贵的巨人族为他办事。第4件神器空岛贝，这是空岛生产的特殊道具，每一种空岛贝都有不同的用途，比如排击贝可以吸收一切冲击并释放出来，能够借力打力，估计连凯多的雷鸣八卦也可以吸收吧。还有喷风贝、翔贝、岩贝都是很好用的神器，有点类似低配版的恶魔果实。藏宝团下青海的时候，乌索普装了一大兜子空岛贝，时不时还用几次，但是这种东西2年后就突然消失了，再也没见藏宝团拿出来过。乌索普和乌尔提姐弟打架的时候，要是用上排击贝，他和娜美也不至于撞得鼻青脸肿啦。如果香克斯没出现在顶上战争，会是怎么样的结局？科比和路飞能被赤犬杀掉吗？黑胡子海贼团是全身而退，还是遭到团灭？马尔科等众位团长最终能否脱险？不看主角光环，只按照当时的局势来分析的话，毫无疑问，科比绝对会死。赤犬的岩浆果实，四皇白胡子的身体都顶不住，何况是科比这种普通人？只要那一拳打下去，科比直接会当场牺牲，让他连喊疼的机会都没有。况且科比在战场上扰乱军心，赤犬动手锤倒他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过香克斯来不来顶上战争，倒是都不影响路飞顺利逃脱。毕竟在他到场之前，巴基就已经把路飞扔到了罗的船上，赤犬被白胡子海贼团拦着，暂时追不过去。等到罗的船潜入水下的时候，黄云和青雉的攻击也明显都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香克斯不来顶上战争，路飞还是能活着离开。但是黑胡子受到的影响会很大，刚拥有真正果实的他，驾驭方面不够成熟，实力肯定没有像现在这么强大。面对战国和卡普2位海军最高战力，黑胡子海贼团绝对吃不消。黄勇和青雉要是腾出手过来帮忙，黑胡子海贼团肯定要在顶上战争被团灭。所以正是红发的出现，才让黑胡子海贼团能够全身而退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红发还算是黑胡子的救命恩人呢。至于白胡子海贼团，尽管还有马尔科和花剑这些队长，但与海军一方比起来，就如同是螳臂挡车，仅仅阻拦一个重伤的赤犬，还会倒下一个师队长。以当时的战况来看，白胡子海贼团被一网打尽只是时间问题，最后能逃掉的也仅仅只有那么几位实力强大的队长罢了，剩下的不是被抓就是阵亡。从怀揣梦想的屠龙少年变成人人畏惧的恶龙，凯多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或许从一开始你就根本不了解这个男人。59年前，凯多在一个名为沃卡的王国出生，这里常年战乱不止，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有的事情，因此凯多从小就拿起武器在战斗。到了10岁那年，他已经成为了国家的最强战士，虽然实力已经是普通人比不了的境界，可心智却还是个孩子。这个时候的他想法单纯又简单，只想为自己的王国效力，保护亲人和朋友。直到13岁的时候，凯多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的不平等，他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对天龙人百依百顺，为何不选择反抗？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凯多有了想改变世界的想法。可还没等实现的时候，一个噩耗降临在了他的身上。凯多被国王以换取世界会议的参与权卖给了海军，遭到背叛的凯多这一刻心都碎了。在海军押送的船只上，凯多挣脱锁链逃了出去，之后便当上了海贼。15岁的他已经在新世界小有名气了。洛克斯也对这个少年很感兴趣，他派白胡子邀请凯多，为了变强，为了改变这个世界，凯多妥协了。他以实习海贼的身份登上了这个臭名昭著的海贼团。在这里，凯多遇到了这一生对自己最好的女人夏洛特玲玲。他告诉凯多，洛克斯是个不值得信任的人，如果有什么事可以和我讲。之后跟着洛克斯海贼团的这些年，凯多从白胡子、金狮子这些前辈的身上学到了很多本事。
但好景不长，38年前，路克斯在神之谷被卡普和罗杰击败，海贼团也就此解散。大妈不知道从哪弄到了一颗羽翼果实，她毫不客气地送给了凯多。之后两人也分开了。又过了10年，31岁的凯多不断招募强大的伙伴，并创立了百兽海贼团。此时的他仍旧决心要改变世界，把所有贵族和强权都拉到统一起跑线上。同年，黑炭木产与他达成合作，计划占领和之国。凯多先后击败莫利亚、玉田，终于39岁的凯多成功占领了和之国，但他也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。在凯多的统治下，和之国不断建造武器工厂，导致河水污染严重，很多人时常饿肚子，有的人还要被抓去当苦力，受尽虐待。就这样，59岁的凯多彻底从屠龙少年变为了恶龙，而新的屠龙少年路飞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。他与凯多发生了激烈的较量，在最后一刻，凯多好奇地质问路飞：“你到底要创造一个怎样的世界？”路飞则回答道：“一个人人都可以敞开肚皮吃饱饭的世界。”听到这句回答，凯多的心动摇了。从这个少年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，或许改变世界他也可以做到。凯多放弃了抵抗，被路飞一拳打入岩浆之中，一代四皇也就此陨落。